尹医生啊，您看，根据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阐述哈，我来给叔叔阿姨们再来重复一遍哈。刚我们提到了有山药和咱们的炒薏米、芡实，这里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个薏米要炒一下哈？因为这个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我们要炒一下呢，可以去做到这个温补的作用。这时候呢，再加上咱们的大米或者小米煮成黄金粥，那我记下了。这是咱们的养根粥。养根粥尹医生除了吃呢，运动肯定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大家呢，普遍的担心的就是，我怕我一动就喘，这一块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们的运动也要巧而和缓。最核心也最安全的就是反复强调的腹式呼吸法，其不仅是锻炼，更是一种内在的按摩和能量的蓄积我们如何去标准的去做呢？去坐卧或是仰卧位，全身放松，将一只手呢放在我们的肚脐上用鼻子呢缓缓的吸气心里呢默念1、2、3、4，同时呢感觉气息在下沉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的鼓起我们用手呢轻轻的顶起来这时候呢我们的嘴巴可以慢慢的呼气像轻轻的吹蜡烛一样，在心里呢依然默念1、2、3、4、5、6同时腹部自然的内收，向脊柱方向收缩手也可以跟着下降，呼吸要深要长要细，不要憋气每天呢早晚各练习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个练习呢有效的锻炼了我们的膈肌主要是呼吸肌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通气的一个效率，让呼吸更省力更深入，是改善呼吸功能的根本大法。好，尹医生刚才说的非常好，来，大家跟着我一起，我们来慢慢的来重复一下刚才描述的这些动作哈。首先呢，用咱们的鼻子慢慢的吸气这样，我们能感受到肚子鼓起来了。来，1、2、3、4。好，现在用我们的嘴巴慢慢的呼气，感觉我们的肚子收回去了，这样。1、2、3、4、5、6，看很简单，但是呢也非常的重要。吃黄金粥练腹式呼吸，是咱们缓解期固本的黄金搭档。是的。尹医生，那您看方法呢也是跟着咱们学了一箩筐，但是最后这一步呢至关重要，就是避坑。您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走弯路在我们错误的方法上越走越远，是得不偿失的。那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是看起来好心，但是实际上却可能是帮倒忙，甚至加重了我们问题的常见错误？您一定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敲敲警钟，好不好？好，我总结呢是4个常见的坑，大家呢务必牢记，这叫4不原则。第一个坑呢是不滥用镇咳药，切勿闭门留寇。错在哪儿呢？就是痰多痰黄时呢，为了图一时的舒服使用强力镇咳药，把咳嗽呢硬压下去，这等于呢把含有病菌异物的痰液强行堵在肺和气管里排不出来。中医呢称之为闭门留寇，可能导致感染扩散或加重。中医有句方法或者有句古话叫做久病不治变为劳正确的做法呢是痰多时应以化痰排痰为首要任务或是首要的目标。我们需要参考前面的穴位、食疗、体位这一系列方法，然后呢判断是否应该使用止咳药或者是用什么药，这样子呢也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师，不要自行判断。第二个坑呢是把抗生素当感冒药，避免破坏平衡。错在哪儿？
一听就是发炎啊，气管的炎症，就自行服用消炎药抗生素。然而绝大多数的感冒和慢性支气管炎急性的加重期是由病毒引起，抗生素无效，滥用会杀死肠道的有益菌，破坏免疫的平衡。更严重的是导致细菌耐药，未来在真正需要抗炎时无药可用。正确的方法呢是只有经过医师明确诊断存在细菌感染这样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我们抽了血看到白细胞升高等等等等，或者呢大量的咳黄龙痰血常规等等进行一个确定，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足量足疗程使用抗生素。第三个坑是不能够因噎废食拒绝营养，因为身体的修复往往是需要本钱错在哪？生病过后过度的忌口，只敢吃白粥咸菜不敢碰荤腥，或是害怕发物导致蛋白质热量摄入的不足身体缺乏修复组织合成免疫物质的原料，越来越虚弱我们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形成恶性的一个循环正确的做法呢是必须要有充足均衡的营养，特别是优质的蛋白包括我们的鸡蛋每天呢建议食用1个到2个都可以，牛奶、鱼肉、瘦肉、禽类制品都可以，只要做到清淡细软易消化都是可以吃的。它们呢是身体上打赢这场持久战的军粮和我们的砖瓦。第4个坑呢就是要么不动要么猛动，依然是我们运动的误区。错在哪？2个极端一是害怕诱发气喘长期的卧床不起，导致心肺的功能、肌肉力量的一个退化；二是心血来潮进行一个超出耐受能力的剧烈运动，包括爬山跑步，瞬间大量的增加耗氧量，诱发严重的气促甚至危险。正确的方法是我们需要选择温和、持续量力而行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快走、太极拳、站桩、八段锦都可以。运动的强度我们的金标准是运动时能够不费力，与我们相同的伙伴们一起完整的对话，我们称之为就是谈话试验，以微微的出汗感觉舒适，不引起明显的疲劳和气促为度。尹医生，您看您刚才这个4步原则每一条都有可能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被踩坑，那每一条呢都关乎着调理的成败和安全。咱们呢再一次大声复习一遍，并且呢要把这4个概念牢牢的印刻在我们的脑子里。1步呢就是不滥用止咳药，当心关门留扣。2步是不滥吃抗生素，破坏菌群平衡。3步是不拒绝营养，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本钱。4步呢是不搞极端运动，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么不动，要么猛动。避开这4个大坑，咱们前面学的所有的养生法宝才能在安全的轨道上发挥最大的效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尹真医生带着我们用超过1个小时的时光，把老慢支这个缠绕大家多年的老话题，就像剥笋一样给咱们一层层的剥开，从认知到方法，从急救到固本，从饮食到情志，讲的是清清楚楚、透透彻彻。那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之旅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翻转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老慢支不是无法管理的顽疾，它就像一套需要精心维护的老家具，关键呢在于对肺、脾、肾进行系统性的养护。其次呢，我们也掌握了急救的工具，急性发作时牢记按3穴、喝凉水、摆个位9字口诀，利用身体自愈力和咱们的家常食材，平稳度过难关。
接着呢，我们还学到了固本心法、平稳期践行、养脾断痰源、补肾气不喘、疏肝路更宽、常食黄金粥、勤练腹式呼吸，从根源上强健体质。最后呢，我们还铭记了避坑指南，严守4不原则，让咱们的健康之路不偏航，更安全。